感谢各位1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呢，你们长时间的观看呢，让我的 YouTube 频道呢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那我可以坦白说，YouTube 的会员功能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但是你捐献的一小步呢，是支持重度身障者生活的一大步，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让我们身障者呢，就算在家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生活的管道，是对身障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用每个月1杯饮料的钱呢，来支持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好，各位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强的一个人之机器人哦。这个程式主要是怎样呢？就是说呢，它会去每分钟就侦测你有没有信。那这个信呢，主要就是抓履历这样。那抓履历表了，这样，那它如果履历表有附件的话呢，它才会继续走后面的步骤。有附件的话呢，就是去执行这个档案的分析，用我们之前讲过这个 N8N 新更新的 Gemini 节点它可以去分析档案，分析完之后呢，输出资讯，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资讯呢格式化，结构化，那顺便去判断呢，这个人的履历有没有符合公司需求？有符合公司需求的话呢，那他就是再去执行后面的步骤，帮你写回函通知他面试。那这是草稿，因为我现在3份履历都是假的，所以我就写的草稿。那如果是真的，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如果是真的，你可以直接用这个message， 然后 send 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把这个再传到 Google 硬碟，把这个附件履历表传到 Google 硬碟，顺便呢通知这个人资主任就是说呢有合格的履历通知那这是他的主要技能。那详细的履历呢在这里可以打开来看。这个就是这样。那我们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我现在执行一次给各位看就是说呢，你好，我是谁？然后这是我的履历，然后我现在寄到我们的主要信箱。好，现在我们收到信了，那我们来测试看看有没有它执行了读到附件，所以呢，再把档案送进来分析。好，都完成了，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一个一个节点来看，到底为什么要去这样做？首先呢，我们这个档案呢，我们必须要设定，就是我们只针对关键字有履历，然后呢未读的信件，然后呢必须要把这个附件呢下载下来，就是这个。好，那附件有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判断这封信到底有没有附件。有的话，那我们再执行下一个步骤；没有的话，这封信就不要理它。好，那我们现在进来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Google Gemini 的节点，现在新增的它可以去读档案、读图片它现在就是呢，根据这份履历呢，帮我详细描述这样。那为什么我后面又要加一个 AI agent 呢？就是说呢 ，Google 的这个节点有一个缺点，它没有办法给这种结构化的这个输出那我们用 AI agent 呢，可以用这个output的结构化的解析器呢，然后呢去强制输出这种结构化的资讯，有姓名、联络方式，然后摘要，以前做过的这个工作经验，还有他的学历跟技能这样。那我们也在系统提示词呢，再输出一个栏位，就是说呢，它的这个条件、应征条件有没有符合你的公司需求？那你的公司需求呢，就是写在你的系统提示词里面，然后跟他说呢，你就是判断这种就是判断这个履历的内容呢有没有符合公司需求，然后输出 JSON 的结构化格式。这样为什么要输出结构化格式？因为我们后面要用到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公司需求有符合了，没有错。那它就会进行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这个标题呢就写什么公司啊，然后给这位先生面试邀请，这样，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回函的内容。那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看，这里都有啊，都已经帮你写好了啊。王志明女士先生哈，这个都写好了，然后时间、地点天龙国好野区天龙路啊，然后请搭乘巨龙或筋斗云来面试啊，然后某某科技公司，然后人力资源部这样。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回函内容。那我们的回函信呢，就是要抓前面的这封信的 ID 哦，它的 tray ID。那寄给谁呢？当然是寄给这一个人啊，这个人的 email。注意哦，我这个都是假的，我这3份履历都是假的哦，这个信箱也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这个都是 AI 做的，就全部都是 AI 做的，不是我写的哈，也不是网络上那些人公开的哈，这个都是 AI 做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哈。所以呢，我就用草稿。那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自己改这个 message， 然后用 send 这样，那就是这样。那我们再把这个资料流呢跟前面这个资料流呢用 merge 合并一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抓前面的文件，我们必须要抓到这个附件。为什么呢？我们要把这个附件呢传到后面的这个 Google 硬碟里面，传到这个 Google 硬碟里面呢，那档名我们也改一下，让你知道是谁，就是名字跟档案啊。那我们可以来看 Google 硬碟有没有，这个就是它的履历表这样。然后呢，我们这个就有网址了嘛，这个 WebView link， 那我们再传到我们的 Line 给这个人资主任啊，或者是人资主管，随便谁都好，就是跟他说呢，这个人啊哈，然后他主要技能有哪一些？主要技能就是我们刚刚结构化输出的那一些东西啊，这样我们刚刚结构化输出的这一些东西，这样，那还有他的履历连结，这样，然后就全部都传到LINE通知，这样就不会遗忘了。这就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机器人啊。那如果说呢，这一份履历呢不是公司要的，我现在公司要的是什么呢？我的公司呢是一个程式设计、软体开发、自动化控制，我们需要电子工程师、半导体 IC、软体、韧体工程师哈，就这个都是 AI 写的，这个不是我写的，全部都不是我写的哈，这不是我写的。好，那我们现在呢给他不符合要求的履历表，看他会怎么做哈。那我们现在再写一封信哦。好，我们现在再写一封信哦。然后这份履历呢，就是不符合要求的履历。好，现在收到信了，我们来执行看看了。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执行结果一样有附件，然后有抓到，然后执行后续动作，去分析这个履历。分析完之后呢，再送到 AI Agent 进行结构化的输出。然后这个 AI Agent 呢，就主要就是你公司的 AI Agent， 你公司是什么产业这样。那它就是判断说，这个是建筑师，不符合我的公司需求，就未符合，那就是没有继续执行，就是未符合，那它就会执行 false， 就是 ending 了，就结束了，什么都不会做。那回函也不会写，这样哈，那他也不会通知你，这样，所以你就当做没有这份履历，这样，然后这就是一份很实用的一份这个人资的机器人啊，这样。那我们这些节点呢，我们在第2集有讲过这个 Google 如何开这个 API 如何开这个开发者功能不知道的朋友呢，再去看第2集，大概8分开始。那第7集呢，讲过 LINE 的机器人要怎么去开通这样不知道的朋友呢，请去看第7集。那所有的这个需要的连结呢，我都会
写在这个说明栏下面相关 API 这些所以有需要的呢就自己再去看这几集就好了，我们这里就不会再教一次了好，那这个很强大的人力资源机器人呢，就是跟各位讲解到这里。如果觉得我影片对各位有帮助的话呢，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谢谢各位。